Kozera 俗称冷神，是2016跟2017年排名第1的职业选手。虽然说最近2年他都没有进到前20名哦，但他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职业选手。在看过很多他的 replay 之后，可以发现他的风格其实非常的稳健，靠的是非常扎实的基本功还有观念，所以他可能不像 Simple 或者5一样，常常会有一些很疯狂，让你看会觉得哇靠杀小的 play。除了那个。那今天选的残局应该是他巅峰期最经典的一场 clutch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That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maker here in this round. Dennis is spamming up through the bench, leaving Coldzera in a 1-on-4. There's the first. Looking for a second, he connects it. Oh, and he gets a third as well. Surely he's not going to pull this one off. Oh, Coldzera! The man, the myth, the beast! What a play! It's like every time you see 那一样从这局的头开始看哦，两边都是全起 ，SK 这边打算打一个 set B， 然后留了一个 lurker 在中路。那这里有一个疑似蛮有趣的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战术啦。那个 Phelps 走进了中路的过点烟里面，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想要打一个 B 点的战术执行之后 ，Phelps 再从烟里面跑出来抓转点或是绕背之类的。阿丹所去看了他们当时前后2场的 Mirage 比赛都没有出现这个战术，所以应该只是 Phelps 他自己个人自由发挥而已。毕竟他当时可是有这个巴西版 Stewie 2K 的外号。那我觉得这个战术还蛮有趣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啊，搞不好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。那 Mouseport 这局刚好是打了一个1-3-1抢中路吼，所以 Phelps 很快就被干死了。那这边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Mouseport 抢中路的方法，还蛮简单好用的。我们会看到 Dennis 在这个连接的右侧下了一颗烟呢，然后在这个烟后往这个 High Mid 就丢火，然后配合闪光弹跟 Bishop 队友的掩护去做一个前压的动作。同时呢，另外一个队友在后面看住 Underpass。那 SK 知道对方是打一个抢中路的战术，他们很快就开始了 B 点的进攻哦。经过了一波交换 ，SK 抢下了 B 点下包，形成了一个4打3的 retake。那这边 Fallen 架着 Market 炮枪，然后又被 B Short 的 Boost 给阴到了。躲在10蚁后面的 Fur 也被这个 B Short 给穿死，于是乎就剩下我们的 Coldzera 来面对这1v4的残局啊。那由于 Fallen 是死于 B Short 的 Boost， 所以他们知道说 B Short 一定至少有2个人，同时从这个超市的方向还飞来了3颗闪光弹，所以他知道说前方也有2个人，那他就可以完全不用担心比尔会有人绕背了。那这里 Chris J 明显是因为4打1有一点松懈了哈，在查10蚁的时候直接被打掉。但其实说真的，这个不太能怪他，因为 Coldzera 的这个选位真的是非常少见，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就被从这两边 double pick。再加上 Mouseport 那个时候其实是完全不确定 Coldzera 的位置，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点上。Oscar 甚至一度有想要往后架枪的意思啊，毕竟 Coldzera 本来就是很常打一个 lurker 的角色。在知道了 Coldzera 的位置之后 ，Oscar 先随便穿了一枪，然后才跳出超市。殊不知 Coldzera 的反应真的是超级快，他一听到那声枪响，马上就拉出去跟 B Short 的人对枪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是那把狙击枪的空窗期。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过，在1打多的残局里面，主动出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那这时候 Coldzera 知道那把狙击枪差不多要来补自己枪了，然后他就一个超级夸张的90度超级旋转压枪 ，Oscar 就直接这样被压死了哈。那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就总之我们可以从 Oscar 的这个视角看出来，他基本上真的就直接走进了 Coldzera 压枪的弹道里面。虽然这一枪他有开下去，但是因为他来不及急停，所以就炮掉了。那我们再从活到最后的这个 Robs 的视角来看，那 B Short 的队友被打掉的时候，他是有想要补枪的哦，结果 Coldzera 及时的 Q 进去，还把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也打死了。这个 Q 真的非常细节，如果他少按这一下 W，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名场面了。那这时候 Robs 就有点急了哈，直接放脚步让 Coldzera 抓到他的位置。如果这里 Robs 选择竞走的话，应该还有得打，毕竟他已经知道 Coldzera 的位置了。那结果就是听到声音的 Coldzera 来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侧身探头，虽然只剩5发子弹，但还是干净利落的带走了 Robs。
好，那我们来快速的总结一下这一集的残局啊。老实说，Mouseport 的失误真的都不大。一开始 Chris J 在缺乏情报的状况下大意了 ，Oscar 随便传的那一枪给了 Coldzera 关键的反应时间，再加上后来的炮枪，然后 Robs 因为没有补到枪，然后比较急躁而放脚步给对方。我们事后从上帝视角来看，确实是好像很多失误，但其实这些失误都不是那么好运用的。就是说，假设你今天打死 Chris J， 然后你听到对方乱穿的那一枪，你要能够马上反应拉出去打 B short， 然后你还要能够对赢。那虽然说 Oscar 过来补的这枪狙击炮掉了，但是你也要能够压枪，在他躲回掩蔽物之前把他压死。然后你压枪之余还要记得按一下 W 缩回去，才不会被 Robs 给补掉。然后你最后还要用那几颗子弹精准的点头。那 Coldzera 把这些事情做得非常流畅，一气呵成，完全都在他的掌控之内。那么这次的残局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和上次比起来比较短小精悍一点，但是精彩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如果喜欢这种影片的话，也按个订阅或是按个赞啦。那如果你懒得按，其实也没关系啦。有任何建议或是推荐的残局，都欢迎在留言跟我分享啦。那下一集来讲一个比较最近发生的残局好了。那么我们下一集见，大家拜拜。And it's only Amanekov. Cole gets it. FaZe at 11th round. And my word, what a deagle play from Cole. Wow. 11 to 8.